为什么人越觉醒，反而越难坠入爱河？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叫做无法心动。你明明还相信爱情，也不是排斥亲密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再优秀的人站在面前，你都很难出现从前那种心跳加速，满脑子都是对方的感觉。你不会为了等一则讯息整晚睡不着，也很少因为几句暧昧的话，就开始想象两个人的未来。以前的你很容易晕船，现在的你却像站在岸上，看得见别人，也看得见自己的感觉，就是没有办法一头栽进去。这是不是代表人越觉醒就越难坠入爱河？所谓的无法心动，究竟是一个人更清醒了，还是他的心已经在某段关系里受过伤，从此不敢再靠近？这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替无法心动找一句好听的安慰，而是帮你分清楚，你失去的究竟是容易失控的迷恋，还是对一个人，甚至对整个生活产生期待的能力。因为这两种状态从外面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第3次约会结束，对方传讯息问你到家了没，你看着手机，知道自己照理应该有一点开心，心里却安静的连一丝波动都没有。他条件不错，聊得来，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雷点，你并不讨厌他，只是喜欢不上他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上一次是朋友介绍的对象，你们在捷运站附近喝咖啡，从工作聊到旅行，从家庭聊到价值观，整整做了2个小时。对方说话有分寸，结账时也很自然。回家的路上，你努力回想刚才的细节，想找出一个可以继续期待的理由，最后只剩下一句：他很好，可是我没有感觉。再上一次，你遇到过一个让朋友们替你着急的人，大家都说条件这么合，个性也不错，你到底还在等什么？你试着多见几次，试着让自己热络一点，也试着相信感情可以培养，可每一次勉强都让你更清楚地听见心里的安静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年纪大了，已经不会爱了？是过去受过伤，把心门关得太紧，还是我真的比以前更了解自己，所以不再轻易晕船？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，你不是坏掉，你只是觉醒了，听起来很疗愈，却也可能让人太快停止追问，难以心动。的确可能来自更清楚的自我认识，但同样的安静也可能来自防御、关系结束后的恢复、长期压力，甚至是情绪耗竭。所以这支影片真正要拆开的，不只是越觉醒为什么越难坠入爱河，还有无法心动背后最容易被混淆的真相。你现在的安静究竟是清醒，是保护，还是已经很久感受不到快乐？等我们把这3种状态分开，你才会知道自己需要的是继续等待一个真正喜欢的人，是慢慢把心门打开，还是先停下来，好好照顾已经太累的自己，看清自己有时候需要别人的眼睛。这里是心事解码所，陪你读懂关系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。先从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心理现象说起，投射。什么是投射？在荣格当时的理论语言里，阿尼玛与阿尼姆斯被用来描述人格中未被意识认领的面向，并且经常套用男性内在的女性面与女性内在的男性面这组二分。今天再谈这个概念，不必把性别特质照字面固定下来，更适合把它理解成一种象征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不熟悉、不愿承认或尚未活出来的部分，例如脆弱、攻击性、自由散漫或理性冷静。这些东西你自己意识不到，也不愿意承认，你就会把它们扔到外面的人身上。当你遇到一个人，刚好身上带着这些你潜意识里的特质，你就会瞬间被吸引。那种电流一样击中灵魂的感觉，并非建立在充分了解上，更像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失落的灵魂碎片。你以为自己完全在回应眼前这个人，实际上那份吸引里也许有一部分在回应投射出去的影子。我举个特别常见的例子，一个从小被父母严格要求必须懂事、必须乖、必须按部就班的女生，她心里渴望自由，渴
渴望叛逆、渴望不管不顾活一次的那部分，就会被压抑到潜意识深处，他自己意识不到，或者说他觉得那是不对的，是不好的。然后有一天，他遇到一个放荡不羁、爱自由、不按常理出牌的男生，他瞬间就被吸引了。他觉得这个男生好特别，好有生命力，和他身边所有循规蹈矩的人都不一样。他满脑子都是他，愿意为他打破自己所有的原则。你说他爱的是这个男生本身吗？未必，他爱的是这个男生身上承载的他自己不敢活出来的那部分人生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一个内心特别混乱、做事优柔寡断的男生，很容易被果决飒爽、理性冷静的女生吸引。他以为自己爱的是这个女生，其实他爱的是对方身上能帮他稳住秩序的那种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热恋期的感觉会那么强烈。热恋初期，我们常常还来不及认识一个真人，想象就已经先跑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对方像一块还没有写满的幕布，你把期待、缺少的经验和理想伴侣的轮廓放了上去。那份心动不一定是假的，只是里面通常混着好几种成分。真实的吸引、被理解的喜悦、身体反应、个人需要，以及你还没来得及查证的想象。不信你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段刻骨铭心的热恋，等那股劲过去之后，你再回头看那个人，是不是经常会冒出一个念头：我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真正变化的常常是你看他的方式，是你的投射碎了，幕布拉开了，你终于开始看见那个真实的、有缺点的、普普通通的人了。有些迷恋之所以维持很久，确实和我们迟迟不愿修正想象有关，也有些感情是在看见现实之后仍然存在。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心动，而在于心动之后，能不能允许对方从理想角色慢慢变回一个具体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有没有过这种梦醒了的瞬间？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迷恋的人和想象相差很远。有的话，可以先把那一刻记在心里，我们后面还会用它来做辨别。那么，当一个人越来越了解自己，为什么投射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减弱？原因没有神秘到像某种觉醒认证，比较贴近生活的说法是，你开始认得自己的需要，不必每一次都透过别人来辨认它。什么是觉醒？什么是内在整合？说白了，就是你开始做阴影工作了。你不再躲着自己的阴暗面，不再压抑自己的渴望，不再把那些你不喜欢的特质锁在潜意识的地下室里。你开始一个个把它们拎出来，看见它们，接纳它们，把它们整合到你的意识里。以前你很容易被那种活得自由的人吸引，因为你自己的不敢任性。后来你慢慢发现，自由不必透过恋爱获得，想去哪里，想过怎样的生活，你已经可以自己决定。同样地，你也较少把对方很强直接翻译成安全感。过去你以为那是单纯的心动，回头才明白，里面或许混着求救，希望有人替你做决定，收拾混乱，证明你值得被保护。当你开始练习拒绝，允许脆弱，也能够在低潮时照顾自己，那份求救就不会占满整个爱情。这不表示你已经拥有一切，更不表示从此不需要别人。变化只在于那些曾经必须到别人身上寻找的特质，如今有一部分能由自己活出来。你仍会欣赏自由、理性或强大的人，但吸引里面少了一点，请你替我活得急迫。当你逐渐收回一部分投射，那个机制不会从此失效，你也不会因此变成一个完全客观的人。我们对任何人都有可能产生期待和误读，只是你多了一点停下来核对的能力。就像你家里本来缺个沙发，你看到别人家的沙发好看，天天惦记，等你自己家买了一模一样的，甚至更好的，你还会惦记别人家的吗？当然不会。这也解释了一种常见经验。有些人经过一段自我整理之后，仍然会喜欢人，也期待有意义的连接，却不再因为对方几句贴心的话
就立刻把整段未来写完。比如你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个人，他说自己重视沟通，你会先听着，然后看看意见不同时他怎么回应。他说自己很顾家，你不会马上把这句话翻译成适合长期关系，你会留意他怎样谈父母，怎样面对边界。你没有故意考验他，也没有拿着放大镜挑错，只是愿意让判断晚一点形成。这种变化或许属于成长的一部分，但绝不能倒过来推论。很难心动就一定完成了心理整合，有人确实不再轻易上头，也有人只是害怕再次受伤。仅凭没有感觉这一个现象，我们还不能替任何人下结论。当你不再把理想的异性形象随便贴到别人身上，你在遇到人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真实的人，不再只是一块承载幻想的幕布。这种变化之所以容易引发恐慌，和我们熟悉的爱情叙事有关。我们从小看偶像剧、听流行歌、刷社群贴文，所有人都在告诉你，爱情就该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就该是心跳加速的失控，就该是奋不顾身的奔赴。所以当你自己再也体验不到那种感觉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恐慌。你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真爱，往后还能不能幸福。比较值得庆幸的是，你可能已经有能力把被打动和适不适合分开。你可以承认一瞬间的吸引，也愿意花时间确认，那究竟是对方真实的样子，还是自己急着填上的剧情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再遇到一个感觉不错，但就是没有坠入感觉的人，别急着否定对方，也别急着诊断自己。你或许开始真正看见对方，也有可能只是好感需要更长时间发酵。先别把漫物判成无能，也别把无感包装成高明。给关系一点现实资料，也给自己一点诚实。投射往前发展，经常会带出理想化，它并非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，更像同一条心理过程的下一步。因为我们知道得还不够，就用期待把空白补满。什么是理想化？简单说，就是自动给对方加滤镜。热恋的时候，你会把对方捧上神坛，他的缺点你视而不见，他的问题你自动美化，连他的坏脾气你都能解读成有个性，连他的自私你都能脑补成受过伤，所以需要被理解。我们的流行文化里，这种东西太多了。歌词里唱你是我的完美，社群里情侣互称男神女神，看似甜蜜，本质上全都是理想化的投射。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理想化可能参与了某些强烈迷恋，却无法解释所有心动。吸引可以来自外貌、谈吐、熟悉感、共同经验，也可能在一次次可靠的互动里慢慢长出来。更了解自己以后，理想化未必消失，却可能更早被现实修正。你和一个人见第一面，无法因此看穿他的依附模式、童年经验或每一句话的真假。自我探索也不会带来读心术，但你会比较愿意观察。一起吃顿饭，可以看看他怎样对待店员，怎样应对突发状况，如何处理不同意见。聊过几次之后，再留意他有没有长期回避某些重要话题，以及说法和行动是否一致。这些细节只是资料，无法单独证明人格。一个人当天对店员口气急，也许是没礼貌，也许正好遇到突发状况。一次挽回讯息，既可能透露在意程度，也可能只是忙。清醒的价值不在快速诊断，而在暂缓结论，持续核对。这未必表示你喜欢评判或刻意挑刺，这就是一种中性的清晰。你依然可以欣赏他身上的美好特质，但你同时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些美好背后的代价是什么，这些特质的另一面是什么。比如他特别温柔体贴，很会照顾人，你欣赏这份温柔，也会留意其中有没有讨好、不敢拒绝或习惯用付出来换认可的成分。比如他特别独立，有自己的世界，不黏人，你欣赏这份独立，也会观察他是否能够求助、进入亲密，还是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，你没办法假装没看见。你的感知能力已经到这儿了，你骗不了自己，
你再也没法对着一个真实的人编出一个完美的幻象，然后一头栽进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更了解自己以后，会觉得很难再对谁动心。原因未必是对方不够好，或许只是你已经很难再替自己造梦。那这种清醒对感情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想象一种不太像偶像剧却很常见的关系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没有电流，第二次也只是觉得可以再聊聊，后来一起吃过几次晚餐，遇到餐厅漏单时，对方没有迁怒店员，你临时要照顾家人取消约会，他没有冷嘲热讽，只问要不要改天。你们第一次意见不同，他愿意把话听完，也能说出自己的底线。好感是在这些小事里累积的。某一天你搭捷运回家，忽然发现自己很想把刚才看到的一件小事告诉他，那里没有天雷勾动地火，却有真实的牵挂。你没有把他看成完美的人，反而因为看过一些不完美，心里逐渐有了位置。这种慢慢发生的感情提醒我们，没有强烈迷恋的开场，不代表后面不会有深刻连接。一开始很有火花，也不必然走不远。关系能不能继续，仍然要看双方的行动、沟通、价值观与修复能力。心动只能告诉你我被吸引了，它无法独自回答我们适不适合。你看现在的交友软体，逻辑是什么？快速滑动，瞬间心动，靠颜值和几句简介，瞬间判断一个人整个设计，都是在强化你的投射和理想化。你滑到一张精心修过的照片，配上几句有意思的自我介绍，大脑立刻就开始编故事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？一幕幕全在脑子里演完了。此刻吸引你的，主要是照片与简介带来的第一印象。至于你会不会喜欢那个真实的人，还需要互动来回答。但觉醒之后的人，再用这些软件就会觉得特别没劲。挑剔或高傲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变化，你只是较少对第一眼的投射立刻产生反应。你知道照片是修的，简介是写的，那些展现出来的都是对方想让你看到的部分。你想要的是真实的互动，是聊过很多次天，见过很多次面，看过对方在不同情境下的样子，你才能判断这个人到底和你相处起来合不合。这种慢在现在的速食爱情文化里显得特别不合时宜，但它能为真实连接留出空间。你不必替这种做法取一个流行名词，它的核心其实很朴素。暂时放下理想伴侣的模板，用一种实在的态度认识眼前这个人，不着急贴标签，不着急编故事，不急着定义这算不算爱，就只是如实观察，看对方说什么做什么，感受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什么状态。很多瑜伽和正念社群也在把这种觉察带进亲密关系里。他们会鼓励学员约会的时候保持觉察，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感受、情绪反应。比如他说了某句话，你心里微微缩了一下，你就注意到哦，我现在有点退缩。比如他做了某个小动作，你胸口暖暖的，你就注意到这个举动让我觉得温暖，不压抑，也不放大，就只是看着它发生。这种练习做多了，你就很难再掉进理想化的陷阱里，因为理想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离开当下的幻想活动。你人在和对方约会，脑子却在演你们的未来大戏，你当然看不见眼前真实的人。而当你一直待在当下，你就没空想那些有的没的，你只能看见真实发生的一切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，理想化少了，爱情会不会变得特别平淡？想象你们吃完晚餐，沿着住宅区慢慢走回捷运站，没有告白，没有昂贵礼物，也没有任何适合剪进短影片的高潮。你提起最近工作上的挫折，对方没有急着教你怎么做，只问了一句，你现在想听建议，还是想先有人陪你抱怨？就是这么普通的一句话，让你忽然放松下来，浪漫没有消失，只是从脑内的完美剧情移到了现实的回应里。你开始喜欢的
不只是一张好看的脸或一个理想角色，还有这个人听你说话的方式，答应的事有没有做到，出错以后愿不愿意负责，被如实看见和被放上神坛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。神坛上的人不能疲倦，不能犯错，一旦露出真实面貌就容易让人失望。被看见的人可以笨拙，也可以有矛盾，而双方仍能决定要不要继续理解。后者未必轰动，却有一种理想化给不了的亲近。前面说的是同一条心理过程的前半段，我们把想要却不熟悉的东西放到对方身上，再用理想化补其未知。接下来要看的是这条过程背后的动力。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急着抓住一个人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半圆理论，说每个人都是半个圆，这辈子的任务就是找到另外半个刚好契合的圆，凑成一个完整的圆，人生才算圆满。这个说法在我们的文化里简直是根深蒂固，从小时候的童话故事到长大之后的亲友聚会，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告诉你，你是不完整的，你需要找到另一半，你需要另一个人来让你圆满。这种叙事深入骨髓，导致很多人进入关系的时候，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在爱对方，还是在需要对方，需要对方来让自己不孤单，需要对方来让自己有价值，需要对方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当这份需要强烈到一定程度，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坠入爱河。分析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，某些强烈感觉里，除了连接，也可能混着没有被照顾的需求。你对一个人朝思暮想，可能确实喜欢他的独特，也可能因为他在你心里暂时占了一个功能性的位置，他能提供某种你暂时给不了自己的东西，例如安全感、归属感、自我肯定或生活的方向。当这个人离开或者抽身而退时，痛苦里既有失去关系的哀伤，也可能有原本靠他压住的问题又出现了的慌乱。两种东西经常缠在一起，不必硬切成真爱或假爱，你心里那个原本就存在的空洞重新露出来了，冷风呼呼的往里灌，所以你痛不欲生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分手之后会急急忙忙投入下一段关系，他们急着寻找的更像是一条止血带，更了解自己的过程，包含了学习照顾这个缺口。它不会被一次觉醒彻底补满，但你逐渐知道，除了抓住一个人，还能用哪些方式让自己恢复稳定。个体化历程要求你收回投射，更要求你为自己的内在空洞负起责任。你开始练习和孤独共处，以前一个人待着就觉得心慌，就要找朋友聊天，就要滑手机，就要约人见面。现在你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下午，看书、喝茶、发呆，都觉得很舒服。你不再急着用别人的陪伴来填满寂静，你开始发展自我安抚的能力。以前情绪一低落，就必须抓着个人倾诉，必须等某个人的安慰才能好起来。现在你知道怎么和自己的情绪相处，知道怎么哄自己开心，知道怎么把自己从低谷里拉出来。你不再需要抓着手机等某个人的回复，你开始从自己的生活里建立内在的安全感。你认真工作，发展爱好，有自己的社交圈，有自己热爱的事。你一点点砌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座，这个基座稳不稳，不依赖任何外在的人。先把自己爱回来，常被当成一句社群文案，真正做起来却很具体。在疲惫时休息，在被冒犯时说清楚，在孤单时承认自己想要陪伴，也在对方无法提供时寻找其他支持。若借用荣格取向的语言，这包括收回一部分投射，认识阴影，并为自己的选择多负一点责任。当你越来越能照顾自己，从匮乏里冲出去抓人的急迫感可能会下降，但请注意，我们从来不会成为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岛。人仍然需要陪伴、回应、理解与支持。我可以一个人生活，和我从此不需要任何人是两回事。后一句有时甚至是受伤之后的盔甲。周末一个人逛成品，
在巷口吃碗面，搭区间车去海边走走。能够自在当然很好，可真正的自在并不排斥求助。你生病时可以打电话给朋友，工作受挫时愿意承认自己很难受，喜欢一个人时也敢表达期待。成熟意味着不必把所有需要连根拔掉，同时知道哪些需要自己负责，哪些可以坦白地邀请别人参与。同样地，结婚人数、单身人口或居住形态的变化，背后牵涉经济、房价、教育、工作与文化等许多因素，不能直接拿来证明集体心灵成熟了。统计资料能描述人口结构，却不能替每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下结论。把社会变化全部解释成觉醒，看似宏大，实际会遮住真实生活的复杂。说到这，必须澄清一句，这并不表示你会失去对陪伴与关系的渴望。人是关系性的动物，渴望连接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。差别在于，以前你抱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走进关系，你渴望的是有人来救你，有人来完成你，有人来把你从烂泥里拉出来。现在你比较能站稳自己，同时也承认每个人都有缺口。你渴望的是一个愿意为自己负责，也愿意和你并肩的人。当求救占据大部分渴望，对方就像氧气，他一退后，你的生活也跟着失去重心。等你比较能站稳，渴望里会多出选择的空间，你依然在意他的去留，却不会因此放弃工作、朋友和照顾自己的能力。这听起来好像不够浪漫，但仔细想想，这才是对另一个人最大的尊重。你不再把对方当成你的救命稻草，当成你自我的延伸，当成填补你空洞的工具。你允许他成为他自己，你爱他这个人，重心不只放在他能给你什么。一段有修复力的关系，通常不会只靠激情维持，两个各自保有生活重心的人走在一起，更有机会把陪伴当成交流，而非占有。他们可以各自去忙自己的事，不会觉得被忽略，不会没有安全感。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朋友圈，不同的爱好，不会觉得是背叛。他们吵架的时候，会各自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不会逼着对方来哄自己，来为自己的不开心买单。这样的关系逐渐离开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依赖，是建立在没有你，我依然是我，但我选择和你一起的自由上。这就是从需求到选择的转变，也是觉醒的人不再轻易坠入爱河的核心原因之一。你没有变得不需要爱，你只是不再需要用恋爱来补自己的破洞了。然而，照顾好自己不会自动替你筛选对象，也不能保证以后只遇到健康的人。你仍然可能判断失误，被旧模式触发，或爱上一个不适合的人。成长带来的并非免疫力，而是更早看见，更敢离开，也更愿意修正。匮乏再往前走一步，常常会连到逃避。并非所有恋爱都在逃避自己，但人在生活最混乱的时候，确实更容易把一段新关系当成止痛的方法。你回想一下，你过去最容易陷入恋情的时候，是否刚好也是你人生最混乱的时候？工作压力爆炸，和家人冲突不断，生活一团糟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遇到了一个人，突然之间，所有的不舒服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你满脑子都是他，等他的讯息成了你一天里唯一的盼头，想象下次见面成了你撑过一周的动力。你以为那是爱情，从荣格取向来看，那里面也许混着逃避。恋爱在这种时候看似奔向另一个人更深的动力，却也许来自逃离自己的冲动。你更强烈的渴望是暂时离开那个疲惫的自己，你是极度渴望离开那个让你疲惫、失望、茫然的自己。这种用迷恋来自我麻醉的方式，在高压生活里并不难理解。工作压力、社群媒体带来的比较焦虑，加上家庭期待与传统观念，都可能一层一层压在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坠入爱河简直是一条社会公认的，甚至被歌颂的逃避路径。没人会怪你因为谈恋爱而心不在焉，没人会说你天天思念一个人是不健康的。
整个文化都在鼓励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这样你就不用回头面对那个一地鸡毛的自己。流行歌和偶像剧经常把没有你我怎么办唱得很动人，作品可以安放情绪，却不能直接当成整个社会心理状态的证据。真正需要看的仍然是你自己的时间点。每当工作、家庭或自我价值感出问题，你是不是特别容易抓住一个刚出现的人？而觉醒的人为什么不再走这条路了？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人生突然没有痛苦，是他们学会了另一种应对痛苦的方式。留下来，留在当下，留在自己的身体里，留在那些不舒服的感受里，不着急逃，不着急找东西转移注意力，停下来辨认身体与情绪，是正念练习和部分心理治疗取向里常见的方法。当焦虑来袭的时候，你不再立刻拿起手机找人聊天，而是静下来，感受那股焦虑在你胃部的扭角，在你胸口的压迫。你看着它来，看着它走，不抗拒，也不逃避。当孤独的夜晚来临，你不再立刻约人见面填满行程，而是允许那种空洞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退下去。你陪着自己度过这段难为的时间。这种练习做多了，你会发现痛苦没那么可怕，你不用逃也能熬过去，而迷恋作为一种逃避工具的吸引力自然就大大下降了。你可以把人生画成一条时间线，不用任何理论，先标出过去几次迅速陷入关系的时刻。那时发生了什么？刚换工作，和家人冲突，搬到陌生城市。上一段关系刚结束，还是一切平稳，只是刚好遇见一个真心喜欢的人。如果每一次强烈迷恋都紧跟在重大压力之后，它就像火灾现场的紧急出口，你一看到门当然会拼命冲过去。出口确实存在，外面的人也未必不值得喜欢，只是你当时跑得那么快。有一部分动力来自身后的火，这个辨认不会贬低过去的感情。人在痛苦时寻找连接，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。我们只是把爱情从唯一的止痛药放回众多支持方式之一。你还可以休息、求助、处理现实问题，找可信任的人谈谈。当爱情不必独自承担救援任务，你才有余裕认识对方。当你不再需要逃离自己，你和别人相遇的质地会完全不一样。以前你走进一段关系，心里藏着一份没说出口的合约，请你帮我从我的人生里分心，请你当我的止痛药，请你拯救我。这份合约对双方都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可能履行的。对方稍微疏忽一点，稍微没及时回讯息，稍微有自己的事要忙，你都会体验成断药一样的戒断反应，痛苦不堪。但现在你没有这份合约了，你和另一个人在一起，就是单纯的在一起。你们可以聊各自的压力和困难，但不用对方替你解决。你们可以彼此陪伴，但不用对方24小时待命。你们享受在一起的时光，但也珍惜各自的独处空间。这是一种能亲近也能独处的相处方式，它不需要一个正式名词来显得高级。关键是双方是否都能在连接与空间之间沟通，而非一个人以独立为名消失，另一个人独自猜测。当然，你可能会怀念过去那种迷恋的感觉，那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，忘我地沉浸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感觉，确实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狂喜。但你一定也记得那份狂喜的代价。当关系出现裂痕，当对方承接不住你的投射，你重重掷回自己身上的时候，那个空洞比原来更大、更黑、更冷。用迷恋来逃避自我，就像借高利贷来还卡债，利息只会越滚越大，最后压得你喘不过气。更了解自己以后，你可能愿意选一条看起来比较平淡、实际更踏实的路。先把自己的债务还清，再来谈合作投资。先成为一个不必逃离的人，再来决定要和谁并肩同行。这条路也许少了很多戏剧化的高潮，但它能让你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不需要靠别人来拯救的人生。讲完了投射、理想化、匮乏、逃避，
接下来我们聊最核心的一个转变，真正的爱也包含有意识的选择。我们的文化里特别推崇不由自主的爱，大家常说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潜台词就是真正的爱情是无法选择的，它是一种被动的发生，是一种强大的外力，那种不受控制的坠落才是爱情纯粹的证明。如果你需要选择去爱一个人，好像这份爱就不够自然，不够深刻，不够浪漫。从荣格取向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无法选择的吸引无法概括爱情的全部。最初的心动经常先于理性发生，但一段关系要继续，就会进入选择的范围。你要不要诚实沟通，愿不愿意承担承诺，冲突后是否回来修复，这些都得由双方的行动来完成。这个观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太不浪漫了。我们的影视剧、流行歌、文学作品全都把无法控制的想你，没有理由的爱上你当成最高级的情感真实。但仔细想想，许多被歌颂的爱情故事都停在情绪最强烈的地方，很少继续追问两个人进入日常以后怎样谈钱分工，面对彼此的家庭又怎样处理一次次失望。我们迷恋的常常是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，而长期承诺恰好发生在故事没有演完的部分。但觉醒之后，你对爱需要选择这件事会有全新的体会。什么是选择？就是你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人的全貌，看见他让你舒服的地方，也看见他让你不舒服的地方，看见他那些闪闪发光的优点，也看见他那些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的缺点，看见你们合拍的部分，也看见你们真实存在的差异和矛盾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依然说我愿意走向你，这份我愿意比任何荷尔蒙绑架的迷恋都要有重量的多。情感依然可以自然流动，是在情感流动之上再加一份来自你意识核心的决定。选择和爱情并不冲突，选择是爱情的骨架。没有选择的爱就像没有钢筋的混凝土，看起来是一整块，稍微震一下就碎了。把选择放进爱情，最具体的做法并不玄妙。两个人决定长期交往以前，可以聊财务安排、育儿态度、家务分工和原生家庭的边界，也可以谈发生冲突时各自习惯怎么处理。这些话题不会保证婚姻成功，却能让双方少一点我以为你应该懂的落差。想象一对准备同居的伴侣，他们在看房时都很开心，可回家之后还是坐下来算房租、水电和通勤时间。一个习惯把钱存起来，一个觉得生活体验更重要，一个希望每周回父母家吃饭，一个需要周末保留独处。他们没有因为谈现实就失去浪漫，反而第一次看见喜欢彼此是一件事，能不能一起安排日常是另一件事。这种对话也可能让两个人发现不适合，那不代表爱的不够，有时恰恰是对彼此负责。清醒无法确保关系一定继续，却能允许真实答案出现。有意识的爱不排斥评估，不排斥对话，不排斥把浪漫迷雾底下的东西全摊在阳光下聊。他承认彼此都是凡人，都有阴影，都有原生家庭的功课，都有在压力下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时候。然后在这份毫不遮掩的认识之上，两个人做出选择，我们要一起走。这是一种把现实也放进爱里的成熟。就像你买房子，把所有管线图、地质报告、未来可能需要的修缮项目全都仔仔细细看过一遍，你依然决定要买。样品屋的装修没有冲昏你的头脑，你是做好了和这栋房子共度风雨的准备。肯定有人会说，这样谈恋爱也太累了吧？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，顺其自然就好？顺其自然有时代表不强迫结果，有时只是暂时不想面对问题，差别要看行动。你们有没有谈过彼此的期待？遇到不舒服时，是给关系时间，还是把所有难题都拖到以后？网络上经常流传一句归给荣格的话，大意是，当无意识没有被看见，它可能影响人生，而人会把结果称为命运。
由于常见版本未必能对应到明确的原文与页码，这里不把它当作荣格的逐字引语，只取它提醒我们的那层意思。看不见自己的模式，不等于模式没有在运作。什么叫顺其自然？如果你的关系是被你的投射、你的匮乏、你的创伤、你的逃避推着走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。这不叫顺其自然，这叫随波逐流。而有意识的选择，就是你亲手把方向盘握回来，你中断了命运的自动驾驶模式，你决定自己要开往哪里。这份自主带来的尊严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不知不觉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别着急否定自己。这份迟疑也不等同于胆小，是你终于从无意识的洪水里面爬上岸了。你站在干燥的陆地上，看着河里那些被冲得翻来滚去的石头，你心想，原来以前我也是这样翻滚着，不知道自己要被冲到哪里去。而现在你能够沿着河岸走，你决定自己的方向，你决定要邀请谁和你同行。这种清醒的行走，也许没有被洪水冲刷那么刺激。这条路让你有更多机会抵达真正想去的地方。讲到这里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也是我觉得最能概括两种爱情区别的说法。想象一下，台湾东北角有一条陡峭的山径，第一种方式是你毫无准备，被人从背后狠狠一推，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坠落，石阶、树枝、岩壁在你眼前飞速闪过，你的心跳快到要炸开，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粉身碎骨，但同时那种濒死的刺激感让你肾上腺素飙升，甚至有种异样的快感。这就是无意识的坠入爱河，刺激失控，全程高速，但你决定不了落点，也决定不了什么时候停止，最后摔成什么样全看运气。第二种方式是你背好装备，确认好地图，一步一步稳稳地往山谷里走。你清楚每一步踩在哪里，你能慢慢欣赏沿途的蕨类植物，听林间的鸟叫，累了就停下来喝水，风景好就多待一会儿，不想走了也可以随时改路线，原路返回。这就是有意识的爱。从外面看，后者好像少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戏剧性，它无法保证一路安全，却让你有机会判断风险，调整脚步，抵达谷底后还有力气看风景，也还有力气走回来。住在这座岛上，我们对山径并不陌生。北部潮湿的石阶，中部忽然起雾的林道，东部一转弯才出现的海，都在提醒你，走路和坠落看起来都在移动，身体里的经验却完全不同。社群媒体上常见放闪贴文、惊喜求婚和精心安排的节日仪式，这些画面可以是真的快乐，也可能只是关系的一小部分。我们无法从公开贴文推断一对伴侣私下幸不幸福，就像不能因为一对伴侣很少发合照，便断定他们感情冷淡。刺激本身没有问题，把刺激当成爱的全部才是问题。行走也未必无聊，把力气用在真正能往前走的地方才是正经事。如果借用荣格式的语言来总结，我们可以说，较成熟的关系需要一个能容纳差异的心理空间，这是对相关理论的整理，不能当作荣格访谈的原句。单靠坠落的刺激很难提供这种空间，它太快、太乱，太容易被投射和幻想淹没。只有当两个人以相对清醒的姿态走向彼此，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足够坚固的容器，去承载两个完整生命的全部复杂性。现实中的长期关系也不可能永远停在初恋的感觉里，它需要一套能够容纳冲突、失望与疲惫的相处方式，同时保留两个人重新选择的自由。这种相处方式需要一次次对话和修复，像走路一样慢慢形成。你可以主动把关系放慢一点，这无关某个正在流行的运动，也无需把约会变成企业并购。重点是让言语有机会被行动验证。交往初期聊聊金钱观、育儿观、对父母奉养的态度，更重要的是观察对方能不能承受一个不同答案。慢不等于拖延。
一个人如果持续享受你的陪伴，却拒绝回应关系方向，那其实是把不确定的成本都留给你。真正的慢，依然有沟通，有推进，有彼此同意的节奏。你们都知道正在认识什么，也都有权在不合适时停下。有些感情在这样的节奏里，会从没什么特别，变成和他在一起很安心。安心并不表示毫无欲望，毫无惊喜，而是你不必整天猜测自己会不会被丢下。你可以喜欢他，同时继续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，保留原本的朋友与兴趣。爱情进入生活，无需把生活整间拆掉。安心这两个字，在爱情叙事里经常被低估。我们追求心动，追求火花，追求那个就是他了的命定瞬间，但很少有人讨论安心。安心是什么？安心可以长这样，对方见过你狼狈的样子，人愿意留下来谈。争吵发生时，你们都知道可以暂停，之后会回来处理。他出差几天联络变少，你能够询问情况，不会立刻掉进被抛弃的恐慌。这些安心的感觉，坠落给不了你，只有一步一步的行走，才能慢慢累积出来。行走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允许停下，允许转向。在坠落的状态里，你被重力绑死了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余地，你只能一直掉，直到落地。但在行走的关系里，你随时可以停下来。你可以坦白说，我最近有点累，我们慢一点。也可以在察觉偏离时提议，我们聊聊最近的方向。需要空间时，则把意思讲完整。我想独自走一段，同时希望你知道我没有要离开。这种弹性在亲密关系里太重要了。我们的文化总强调要一直往前走，要一直甜蜜，不能停，不能淡。很多人明明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还是硬撑着，不敢停下来，怕对方觉得自己不爱了，怕关系就这么散了。但有意识的爱给了你另一个脚本，暂停可以发生在关系之中，调整方向也可以出于诚实。诚实面对自己的状态，才是对关系最大的尊重。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却依然选择走在同一条山径上，这就是行走的美丽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坠入的时候，别以为自己被爱情排除在外了，你只是换了一种移动方式而已。山林这么美，你需要的未必是从悬崖上被推下去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和你慢慢走，懂得停下来看云海，也懂得风雨来时互相拉一把的人。那才是爱最真实、最耐得住时间的样子。坠落会结束，但行走可以一直继续。但走到这里，我们还没有回答整支影片最重要的问题：你现在到底是走得更稳了，还是根本不敢再走？这两种状态从外面看太像了，你都可能不急着回讯息，不会因为别人示好就兴奋，也不会很快答应进入关系。旁人甚至会用同一句话形容你：他现在很清醒。可真正的差别不在速度，而在你的心还有没有弹性。先看第一种状态，清醒。清醒的人仍然有感觉，只是不会把每一个感觉都放大成命运。约会时遇到喜欢的对象，他会开心，会期待下一次见面，也可能因为对方挽回讯息而有一点失落。只是这些情绪不会立刻吞掉整天的生活，他仍然能工作，能吃饭，能和朋友聊天，也能提醒自己，我现在喜欢他，但我还在认识他。清醒里有好奇，即使对方不完全符合原本的理想条件，你仍愿意看看这个人实际上怎么生活，怎样对待别人，和你相处时会不会让彼此变得自在。你不会急着美化，也不会在发现一个缺点后马上宣判出局。你能够调整判断，因为你要认识一个具体的人，无需完成一张条件表。清醒里也有风险意识，你知道亲密关系不可能完全安全。喜欢一个人就意味着可能失望、被拒绝，甚至再次受伤。可你没有要求自己先取得永不受伤的保证才靠近，你会设边界，会观察，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透露一点真实。门没有整扇敞开，但它可以从里面被推开。再看第二种状态，防御。
防御的人也会说自己不想随便，理由听起来甚至很成熟，可只要有人真的靠近，身体和念头就立刻进入警戒，对方多问一句近况，你觉得被控制，几天没有主动联络，你又认定他不在乎，太热情让你想逃，太克制又被你视为冷淡，标准不断移动，最后没有任何人能站在安全的位置。你可能非常擅长分析，第一次吃饭就迅速替对方归类，这个动作像回避型依附，那句话透露原生家庭问题。这种职业的人大概太自我，心理学词汇在这里不再帮助你理解，而是变成一道快速关门的机制。你看似看穿了所有人，实际上没有给任何人被重新理解的机会。有时防御会伪装成我一个人过得很好，一个人过得好当然值得珍惜。单身也从来不需要被纠正，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是自由的选择独处，还是只能独处？当一个可靠的人表达好感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空间可以说我也想试试看？还是你立刻开始搜寻证据，证明靠近一定会带来麻烦？防御最明显的信号，往往体现在你无法忍受关系里的不确定。你希望在第一次约会就知道他是不是对的人，希望在投入以前确认对方永远不会改变，希望只要出现一点迟疑就马上撤退。你以为自己在避免浪费时间，其实是在要求爱情先交出一份他不可能提供的保证书。还有一种状态比防御更需要被认真看见，那就是情绪麻木或长期耗竭。判断的关键，不要只盯着恋爱，请把视线拉回整个生活。你只是对约会没兴趣，还是对原本喜欢的食物、音乐、朋友、运动和工作也失去了感觉？过去会让你期待的周末，现在是不是只想躺着？收到朋友的关心，你不是不想回应某一个人，而是谁都不想回应。睡眠、食欲、专注力和体力，有没有一起发生明显变化？如果答案只集中在爱情领域，而你仍然会为了喜欢的早餐起床，会期待和老朋友见面，会在看电影、运动、带宠物散步或完成工作时感到满足，那么你可能只是暂时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，或对约会感到疲乏。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一段空窗期都心里话，人生本来就会有一阵子没有适合的对象，也会有一阵子更想把力气放在别处。但如果那份没感觉扩散到生活很多角落，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并伴随明显低落、疲累、失眠或嗜睡、食欲变化、自我否定、难以专注，甚至出现不想活下去的念头，就别急着把它命名为觉醒。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列出的提醒里，便包括兴趣与喜乐减少等表现。这不等于凭一项症状就能自行诊断，而是告诉你，当变化广泛、持续，并影响生活功能时，值得找精神科医师或合格的心理专业人员评估。求助不会推翻你的成长，有可能你确实比以前更了解自己，同时也正精力耗竭。有可能你收回了部分投射，同时旧伤仍会在亲密关系里发作。人的状态无需在觉醒和生病之间二选一，成熟有时就表现在你不再用一个漂亮标签盖住需要被照顾的部分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关系结束后的恢复期，也不用太快判断自己。分手后的警觉很合理，心曾经在某个地方受伤，下一次靠近时自然会慢一点。恢复无需逼自己立刻重新约会，也无需宣布此生不再需要任何人，它更像让身体重新学习。靠近不一定等于危险，拒绝也不等于否定整个人。改变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，朋友传讯息时，在有力气的情况下回一句真实的话。有人约你喝咖啡，不必预设婚姻结果，只决定愿不愿意见这一次。约会后先记录自己的感受，暂时不要马上评分对方值不值得。写下我今天哪里放松哪里紧绷，我对他本人好奇，还是只在意他喜不喜欢我，我想再见一次，是因为期待，还是因为害怕错过一个条件不错的人？这3个问题很朴素，却比我有没有觉醒更有用。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差别，
清醒会让你的边界更清楚，防御却常常让边界变成高墙。边界会说，我不喜欢临时消失，如果你需要空间，可以先告诉我。高墙会说，只要他没有秒回就说明不值得。边界允许沟通，也允许对方有不同习惯。高墙把每一次差异都解释成威胁，边界保护关系中的自己，高墙确保关系永远无法发生。清醒也不等于没有需要，你仍会希望对方稳定联络，期待被关心。难过时也想要一个拥抱，需要本身并不幼稚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说出来，能不能接受对方有能力与意愿的限制，也能不能在得不到时做出选择。假装自己什么都不需要，常常不会让关系更成熟，只会让需要改用冷淡、试探和失望出现。同样地，心动也不必被贬低。看到喜欢的人心跳加快，等讯息时忍不住多看几次手机，因为一次愉快约会而整晚开心，这些都无法作为心理不成熟的证据。身体先动，想象先跑，本来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。我们要练习的从来不是消灭心动，而是在心动之后继续看见现实。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个人说的话和做的事一致吗？他在我说不的时候，能不能尊重？我们发生误会后，是更靠近真相，还是各自用沉默处罚对方？我在他身边能表达不同意见，还是总担心一不小心就失去他？我喜欢的是他真实呈现出来的样子，还是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把它改成的样子？这些问题不会让爱情变成面试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把你从脑内的剧本带回两个人正在发生的关系。真正的浪漫不怕现实，一个人记得你喝无糖豆浆，不足以证明他适合长期相处，但当你加班到很晚，他愿意问清楚你需要陪伴还是需要休息。这种具体的尊重，比一句我永远懂你更可靠。成熟的心动常常长得很普通，有时是在下雨天，你们从公车站走到骑楼下，两个人鞋子都湿了，他没有急着表演体贴，只是把靠马路的位置留给自己，你也没有因此认定他就是命中注定，只在心里记下，和这个人在一起，我不必一直紧绷。也许是在你们第一次吵架时，你以为他会像过去某个人一样消失，他却先说需要30分钟冷静，之后真的回来把话谈完。那一刻的心动并不来自他完美，你的身体却获得一份新的经验。冲突发生了，关系不一定马上毁掉，还有一种心动，要到很久以后才会被发现。你经过便利商店，看见他提过的点心，会自然地拿起来。安排周末时，会想替两个人留一个下午。遇到难题时，你无意要求他替你解决，只是很想听听他的看法，感觉没有把你从人生里连根拔起，反而安静地进入了日常。这就是为什么不再轻易恋传和失去心动能力必须分开。前者的重点在不轻易，你仍然能被触动，只是需要更多真实互动，也更在意对方能否走进生活。后者的重点在失去，你想靠近却完全感受不到，或者连爱情以外的快乐也一起消失。一个可以是经验改变后的节奏，另一个则是在提醒你，或许需要休息、整理甚至专业协助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防御，也别立刻责备自己。高墙通常有它的来处，也许过去有人反复越过你的边界，也许你曾经把全部信任交出去，换来欺骗。也许从小到大，你看到的亲密关系总伴随着控制、争吵或牺牲，你的警觉曾经保护过你。只是现在，它可能把安全和孤立一起带来了。要松动防御，无需命令自己勇敢，也不能随便相信别人。试着把判断从这个人安全不安全改成这一次互动让我知道了什么。一次守约，只证明他这一次守约；一次迟到，也先了解发生了什么，再看他如何负责。信任不必一次付清，它可以像小额存款，随着一致的行动慢慢累积。你也可以留意自己最常用的退路。有人一感到喜欢就开始挑剔，有人故意拖很久才回讯息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不在乎。
有人只迷恋永远得不到的人，因为得不到就不用真正进入关系。也有人每次遇见稳定的人都觉得无聊，反而只对忽冷忽热的人有感觉。看见这些模式，目的无关给自己贴上回避型或焦虑型的标签，而是为了多一个选择。如果你现在单身而且过得自在，也请不要让任何人用年龄或社会期待催促你。30岁、40岁或50岁，都没有一条规定说你必须对谁心动。选择不恋爱、不结婚，或在某一天改变主意，都是你的自由，真正属于你的选择。不需要靠贬低恋爱来证明，也不需要靠一段关系来证明自己值得。我想特别说说那些被称为太挑的人，标准高不一定是问题，有些标准确实保护着重要价值，诚实、尊重、责任感，对金钱与家庭的基本共识。这些不该因为害怕孤单而随便打折，但也可以诚实检查，标准里有没有一些是为了避免亲密而设计的。例如要求对方在每个兴趣、学历、收入、外貌与生活习惯上都完全吻合，或希望一个刚认识的人立刻懂得你所有没说出口的需要。好的标准会帮助你辨认适合的人，无法被任何真人满足的标准，只会帮助你继续远离所有人。两者的差别不在标准多不多，而在你有没有为真实的人保留复杂性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回到开头那只手机。第3次约会结束，对方问你到家了没，你看着萤幕，心里没有偶像剧式的悸动。现在你不必急着给自己任何结论，先问问，我对他有没有一点真实的好奇？和他相处时，我是平静还是冻结？我不想继续，是因为没有吸引，还是因为一感觉到对方认真，我就想逃？除了爱情，我最近还能不能感到快乐？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是没有喜欢上这个人，那就尊重答案。条件不错，不等于你有义务心动，别人期待也不能替你制造感觉。礼貌而清楚的结束即可，不必把对方贬低，也不必把自己分析到精疲力尽。如果你有一点好奇，只是没有过去那种上头感，可以再见几次。目的不再逼出爱情，只是给真实互动一点时间，留意对方是否稳定，是否尊重边界，也留意自己有没有从紧绷慢慢变得自在，慢慢喜欢上一个人。和第一眼就被击中一样，都是真实的情感路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总在靠近时恐惧，总把可靠理解成无聊，总被不确定的人吸引，那也不能证明你失败。它只是提醒你，旧经验可能还在替你选择，找可信任的朋友谈谈，写下反复出现的关系模式，或寻求合格心理专业人员的协助，都可能帮助你把自动反应变成可以理解的经验。如果你对整个生活都失去兴趣，日常功能也受到影响，请把照顾自己放在约会之前。你不需要先弄清楚这算不算觉醒，才有资格求助。专业评估旨在避免草率贴标签，并且和你一起确认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什么支持最合适。若你已经出现伤害自己或不想活下去的念头，请尽快联系当地紧急服务、医疗机构或身边可信任的人，不要独自承受。所以，越了解自己的人，为什么有时越难坠入爱河？因为投射少一点，理想化修正的快一点，生活也不再只等一个人来拯救。爱情的速度可能因此变慢，判断会更依赖真实互动。这部分确实可以叫清醒，但难以心动本身没有勋章，原因可以很普通。例如没遇到喜欢的人或约会疲乏，也可能和关系结束后的保护、对亲密的回避、情绪耗竭有关。更值得做的是诚实辨认，我的心还会不会对生活回应？我能不能在安全的关系里逐渐靠近？我现在需要的是等待、练习，还是支持？成熟的爱不必让你整晚睡不着，也不会保证你永远不受伤。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些普通时刻。你看见对方的缺点，没有急着替他美化，你知道自己一个人也能生活，却仍愿意为他留一个位置。你有需要，敢说出来。你听见拒绝，也不会把自己整个人否定，
那仍然是心动，只是你的心可能已经不再随便交出去。如果今天这支影片让你想到自己的某一段经验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现在的安静更像清醒、保护还是疲累？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那个总怀疑自己会不会已经不会爱了的人。愿我们都不必用失控证明深情，也不必用冷漠证明成熟。这里是心事解码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